据英媒金融时报在5月6号的说法，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反驳拜登对于新冠疫苗专利的说法，并指出，美国这种毫无责任感的发言将对全球疫苗生产产生严重影响。全球各个国家能否生产出新冠疫苗，最大的限制在于其高要求的生产技术和严格措施保护的生产资源。默克尔这一番话一出，很快在全球舆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国际制造药业和疫苗研发企业纷纷下沉，认为美国的做法极端自私自利，全球疫情的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疫苗的专利是否共享根本没有实质性影响，没技术生产的国家给了专利也无法做到，这么做反而会让其他弱小国家耗时耗力地去做一个根本收效甚微的行为。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放弃疫苗专利共享，并不会为全球的疫情做出任何贡献，相反，会对那些原本全力生产疫苗针剂的厂商造成巨大打击。而美国如今明面上分享疫苗专利，背后却在尝试控制和垄断生产疫苗的材料，赚取巨大利益，这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而已。从近来国际社会的反馈来说，美国的疫苗已经被证实存在巨大隐患，已经造成大量的接种人员死亡。美国疫苗在全球正在面临退货和订单衰减。可以说，这个时候放出放弃专利这颗雷，其实就是想拉可生产新冠疫苗的所有国家下水。尤其是中国的新冠疫苗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认可，即便是西方内部也对全力阻拦我国疫苗一事存在分歧。如果美国的设想成为现实，那么实际上就是凭借着自己垄断和控制着全球新冠疫苗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源为机会，通过号召其他没有能力生产的国家也开始尝试制作疫苗，从而让自己可以站在一个道德高地去收割全球的韭菜。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美国国内极端思维的动物保护协会阻拦美国相关企业在动物身上进行相关疫苗试验，这导致美国只能借着德国公司实现自己的疫苗研制工作。也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说，美国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新冠疫苗专利。拜登所谓的放弃新冠疫苗专利，就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慷他人之慨，想要拉中国下水。此外，随着美国疫情的泛滥，新冠疫苗也接连出事，中国稳扎稳打的战略已经奏效。为了对付中国在疫情中取得的优势，拜登不得不做出无耻行为，甚至不惜出卖盟友的利益。这一行为也自然导致了德国盟友的剧烈反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下三滥行为正在加速自己的联盟体系崩溃。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日前，美国国防部要求美国海军制定一份新的2045海军作战计划，来应对中国海军的威胁。根据国防部的要求，这份计划应淘汰老化的、维护成本高昂的舰艇核系统，并为发展无人舰船而节省资金。不过，对于这一份2045海军作战计划，美国国会则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卢里亚更是怒喷海军的这一计划，称美国海军现在应该关注是2025行动计划，不是2045行动计划。为了应对中国未来10年可能面临的威胁，海军需要保持战备能力，保持现有舰艇的规模，集中应对短期中国威胁。而如何维持住当下美国海军的预算，卢里亚呼吁扩大海军支出，即国防预算实际增加3%到5%，海军和空军预算增加，陆军预算减少。毫无疑问的是，在看到中国海军的迅猛发展后，美国国会急了。不过，比美国国会更急的是美国陆军。陆军部部长莱恩·麦卡锡直接公开反对了卢里亚削减陆军预算的看法。他表示，现在的经费很紧，陆军不想预支其他军种的费用。虽然所有军种都要增加预算，但现在的预算并不是3个军种平分的，甚至连这一比例都没有接近。一直以来，美国陆军的位置就很鸡肋，尤其是近些年来，美国开始放弃国际警察的头衔，慢慢的退出此前开拓的战场，这就导致陆军的地位就更尴尬了。除了驻军以外，就没有了其他的作用。在武器方面也是寒酸的可怜。就拿陆军现役的主力中程导弹来说，其中就有人们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要知道的是，战斧巡航导弹可是舰载防空导弹，现在却被用来做陆基中程导弹。虽然说，就目前绝大多数防空导弹而言，不管是低空导弹、舰空导弹还是空空导弹，其基本原理都属于弹道导弹，但这多多少少还是非常令人别扭的。就好比拿鹰击来当陆基中程导弹用，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中国没钱了，连陆基导弹都造不起。不过这也不关中国什么事，美国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这则新闻唯一能让中国人好奇的是，美国国会出现了这么一个政策，是担忧美国2045年已经不在了吗？所以要集中应对短期的中国威胁。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国防部门主管、美国退役陆军中将斯波尔指出，拜登政府选择在此时削减国防预算是极为愚蠢的。由于军费削减，美国各军种必然会再次掀起激烈的军种竞争，想尽一切办法打压其他军种的发展，来保证自己的军费和主战地位。他呼吁拜登政府立即停止该政策，增加军费开支，并统合美军各个军种齐心协力对抗中国的威胁。此刻，中国军队包括陆海空三军和火箭军已经趋于完善，4个军种配合默契，在多次热点冲突中表现出色，展现了强大的作战能力。美军各个军种内部其实已经意识到，光凭自己已经无力对抗中国军队的合力，但现阶段美军各个军种之间依然竞争激烈，轻易都不愿放下架子让路给其他军种。美国军队内部的军种竞争由来已久，民间戏称的1234等人就是某种程度上对这类情况的反应。自从进入喷气式战机和核武年代后，美国空军成为了美国军队中最有话语权的军种。拥有全球打击能力的空军在各个环节都极力压制其他军种，甚至不惜牺牲整个美军的战斗力。海军陆战队还算有海军进行协助，而陆军则长期被空军压制，任何可能威胁空军地位的武器装备都会遭到空军的反对，包括巡飞弹、远程地导弹、陆基巡航导弹等项目都在空军的干扰下付之东流。美国空军必须保证对地打击的任务完全由自己掌控。如果有一天陆军可以自己攻击千里之外的目标，那么空军在前线存在的意义就会大大降低。美国陆军长期缺乏远程打击能力，就是军种竞争的直接受害者。美国空军长期把控着远程武器的经营权，在政府内部动用各种手段阻止美国陆军发展远程地导弹一类的武器，这导致美国陆军长期只有一款 M270 火箭炮和后来的海马斯火箭炮，装备的火箭弹射程仅70公里，而中国和俄罗斯常年来致力于发展远程打击火力，从射程数百公里的火箭炮到精确度极高的地导弹，中俄火箭军远远处在领先地位，而这一切都是美国空军从中作梗。美国空军豪言凭借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和防区外巡航导弹可以压制中俄的火箭军，而空军也绝不会将远程目标分享给陆军。陆军建设此类系统纯属多余和重复，所以中俄火箭军的领先不光有自己努力的成分，也有对手内讧的原因。因此，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提莫西·黎上将竟公开在美国智库的广播节目中直言，美国陆军持续发展远程打击武器，以在太平洋对抗中国大陆的主意很蠢，再一次直白地展现其守护自己兵种预算的决心。斯波尔在美国陆军任职多年，对于空军的这一套做法可谓司空见惯且嗤之以鼻。空军背后有着很多力量，比如大航空公司，这些资本家在国会的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斯波尔中将呼吁停止军种竞争，倒不如理解为替可怜的陆军喊冤。陆军拿着不充足的预算，却要面对全球规模最庞大的陆战力量和强大的火箭军的打击，发展可以还击的武器，却还要看自己国家空军的脸色，简直是不可理喻。